不是，31届白玉兰是已经提前颁奖了吗？为什么我现在刷到的大部分营销号、自媒体，甚至一些所谓专业分析，都已经开始疯狂套用白玉兰历年偏好，然后用一种概率学口吻，默认于和伟一定会拿视帝，好像于和伟不拿奖就一定有黑幕似的。而且大家几乎高度统一地认为，最佳女演员竞争激烈，谁都有可能。但最佳男演员这边，于和伟就是板上钉钉，毫无争议。可我 honestly 觉得不是这样的。无论从剧集成绩、角色完成度，还是整体表演表现来看，今年男演员的竞争同样非常接近，甚至某种程度上比女演员组还更平均。因为你仔细看今年这份名单，会发现5位演员其实各自代表了完全不同的优势方向。有人赢在国民度，有人赢在剧集热度，有人赢在角色复杂度，有人赢在行业口碑，有人赢在题材突破。而且最为关键的演技考量，对比个别入围女演员的演技争议，本次入围的男演员们，只要你真得把整部剧完整看下来，他们5位都是没有出现过演技出戏或者尴尬撑不住角色的情况。最直观的，我们来看看这张表。论剧集热度，于和伟的《沉默的荣耀》台播收视率最高，央八 CVB 2.607%，年度第2。但肖战的《藏海传》也很好啊，5部剧中网播最好，云和热播期集均4000多万，而且是2025年正片累计播放量最高的剧集。甚至郭京飞的《老舅》也不差，无论是台播还是网播数据，综合成绩都不错。论角色复杂度，胡歌在《生命树》中的表现是非常突破和惊艳的，而且我个人认为是高于上一届《繁花》获奖时期的状态。就把这张脸放在这儿，谁能说这是胡歌？完完全全的康巴汉子。特别是第2集中他摔葬羚羊皮那一段，他的青筋暴起，缺氧喘息，情绪层层递进，让人完全沉浸其中。真得不仅仅是化妆的原因，是表演。他的表演非常具有感染力。可以说，生命树如果没有胡歌和其他几位群像的支撑，绝对拿不到如今这样的高分评价。还有肖战，怎么不算是被美貌和流量耽误的好演员？据男主配置，一个人参与了全剧90%的场景，高光名场面数不胜数。当然，《藏海传》的成功离不开制作精良、剧情反转、节奏紧凑这些因素，但它本质上依然属于演员台剧的范畴。就像导演郑晓龙说的，没有肖战这个男主角就没有了。反而说实话，郭京飞和于和伟这次虽然同样演得稳定，但他们的角色其实都处在他们各自的表演舒适区。我们再看题材突破，如果说古装剧题材是白玉兰的弱项，但无论是聚焦藏羚羊保护的生命树，还是第一部真正把镜头深入5代10国乱世的太平年，这些其实都是国产剧里非常稀缺也非常有意义的题材。谁能说这些题材就不比革命剧、年代剧受欢迎呢？他们的提名也不比沉默的荣耀少啊。所以拿题材说，于和伟的优势也未免太偏颇了。再看口碑，沉默的荣耀豆瓣 8.0， 当然已经是非常优秀的成绩，但生命树和太平年的评分其实还更高。所以现在网上很多人直接默认于和伟断层稳赢，我是真觉得有点太武断了。至于最核心的演技评判，如果一个演员能够进入白玉兰最终入围名单，那本身就意味着在专业评审体系里，他已经被认为是这一年电视剧表演领域最优秀的5个人之一。而演技这种东西本来就不是数学题，有的人喜欢细腻克制，有的人喜欢情绪爆发，有的人喜欢生活流，有的人喜欢强戏剧张力。观众喜欢了，代入了才算优秀。那我们不如就截取网上流传的这几位演员的高光和台词片段，大家来自行判断。我什么手脚都没动，就是我命不该绝。而你只剩黄泉路，我第一个就杀了你。如果无人区里没有人管，道里的为了钱，什么事情都干得出来。过不了多久，藏羚羊就会被他们打绝了。那剩下的是哪个？沙狐、野牦牛还是雪豹？
等到这些都被他们杀光了，青藏高原上还能剩下些什么？他们现在连人都敢杀。我有一个大胆的想法，我们要在这里造出我们的宇宙飞船，将士不分。我只想说，道之所在，虽千万人，吾往矣。我从未加入过共产党，我没有背叛党国，是现在的党国忘记了天下为公。天子，这是要续费啊！你们该问的，该关心的，难道不是天子为何要自弃天下吗？这便是你们的大，无君无父的大，不忠不义的大。所以你发现了什么？就是你把这些数据或者切片全部放在一起看之后，会发现没有任何一个人是全面碾压。比如于和伟，他的优势是什么？稳定、厚重、行业信任感。沉默的荣耀这种题材本身就是白玉兰天然偏爱的现实主义证据路线，再加上 CVB 数据漂亮，豆瓣口碑稳定，评审员极强，所以很多人天然觉得这不就是标准白玉兰师弟模板吗？肖战的优势是什么？是断层级别的剧集热度。《藏海传》的网播数据几乎是直接拉开身位的存在。这意味着什么？意味着他的角色影响力、传播力、观众覆盖面其实已经形成了现象级。而且很多人忽略了一件事，白玉兰这些年虽然偏爱正剧，但她从来不是完全排斥流量演员，她真正排斥的其实是只有流量没有表演。如果一个演员既有超高热度，又能让评审愿意把他放进最终名单，那本身就说明肖战已经打破了内娱主流评审组对流量的偏见，完全认可了他的表演完成度。胡歌则是另一种典型，生命树这种作品本身就非常容易吃行业口碑，而胡歌本人的行业地位、奖项履历、观众信任度也决定了他天然具备竞争力。郭京飞的优势则在于生活流表演，他一直是电视剧圈非常典型的演技型选手，很多时候未必拥有最大声量，但评审特别容易吃这种细腻、自然、接地气的表演。而白宇乍一看似乎是5人中得奖几率最低的，但他演技稳定，做事低调，而且作品普遍都很有厚度。从乔家的儿女到太平年，戏路一直都很稳，而这种特质在主流奖项体系里其实是非常加分的，甚至某种程度上很可能比顶级流量更占优势。所以你会发现，今年这个名单最大的特点就是没有任何一个人是那种闭眼稳赢的状态，大家其实是在不同维度上竞争。而且白玉兰这个奖本身就带有非常强的评审主观性，它不是把数据全部加起来然后自动生成一个冠军，真正决定结果的其实永远是评审团那一刻对角色的整体感受，或者是权衡利弊后的选择。所以我一直觉得白玉兰最值得讨论的从来不是谁稳赢，而是为什么今年会是这5个人。所以特别是像肖战、白宇这样第一次入围白玉兰的90生，粉丝们也别妄自菲薄，说什么不得奖也没关系，能入围就已经很好了。其实不是这样的，大家都是一个起跑线上的。尤其是现在电视竞争越来越激烈的情况下，能从一整年的国产剧里杀进最后5强，本身就已经说明，无论是演技还是背后班底，这些演员没有一个是来陪跑的。